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还能保持高增长吗？网友最近也不断的提出来，希望讲一些经济话题，因为好久没讲经济话题了。今天正好有一个新闻，那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现在的这个经济话题。国务院新闻办搞了一个吹风会，讲这个，上面请了两个专家，两个都是社科院，一个社科院，一个是工业所，一个是经济所，两个所长来讲这个十四五的这个规划那我们正好把这新闻跟大家播报一下。社科院工业所副所长李雪松在北京，他提出建议说，考虑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李雪松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尚未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对中国意义重大，因此可以考虑在“十四五”阶段设置增速目标5年前中国制定的这个“十三五”计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6.5%。那么李雪松说，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是 5% 到 6%，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2021年、2022年这3年的经济增长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呢不确定性增加很多，所以建议呢把这个年均增长设定在 5% 左右。我先把他的观点全部讲完他说这一目标既考虑到接近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也考虑到充分利用既有资源抓住改革开放创新的机遇，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留下适当空间。那么这一目标最终能否确定多少，还需要等到明年3月份明年3月就是全国人大的会议因为所有的“十四五”的规划要在人大上确定那么这是工业所，然后是经济所的所长呢叫黄群慧，他这么说，他说“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去工业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发挥制造业的创新效应和产业带动效应，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他解释说，从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本身具有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如果这些效应没充分发挥好，制造业比重会快速下降，那么会产生过早的去工业化，陷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他这么说，他说这个放眼国际，日本、韩国人均 GDP 已经迈入3万到4万美元的水平人均 GDP 不是人均收入人均 GDP 就整个经济体人均的经济体的水平，但制造业仍然保持 20% 以上。目前中国人均 GDP 刚刚跨过1万美元，制造业的比例已经低于 30% 所以呢需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的稳定。他说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关键是要从低成本出口导向这个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这就是这条新闻这条新闻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内容为什么？国务院新闻办让这两个应该讲是官办社科院基本上是决策机构的主要的参考智囊。那么他们基本上反映了体制内的想法。那么安排社科院出来讲，
说明这基本上是官方的想法啊。那么吹个风，看看外界反应怎么样啊？基本上方向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方向，差也不太大，差也不会差太多啊。那我这里要讲2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有些网友呢对经济没那么熟啊，我先解释一下。第一个，什么叫“十四五”？“十四五”就是第14个5年计划，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啊。计划经济时代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每年要做一个计划，每年开2会，做一个计划，今年准备经济增长多少，我们目标是什么啊？然后每个部门把这个指标装到笼子里面，叫笼中经济啊，这计划体制时代。然后这是一个每年计划，还有一个每5年做一个规划，原来叫计划，后来因为改革开放要降低这个计划色彩，所以把计划叫成规划，5年规划，每年有个计划，每5年有个规划。那么中国经济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所以政府制定的这个计划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或者是说政府是经济的主体啊，国有经济啊，国营企业，然后政府手上拿到的资源基本上占这个市场80%，所以政府制定这个指标基本上能够反映它在这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的水平，所以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他们在就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发展目标啊，它会影响各个领域的政策，它不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目标啊，它最后达到目标都是靠统计局来实现，但是呢，它会在各个领域，在微观领域产生很多具体的影响，所以一定要研究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啊，我们就做一个背景的解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新闻当中有2件事情比较清晰。第一个清晰就是“十四五”这5年平均经济增长5%，“13五”就是包括今年啊，“14五”是从2021年到2015年2025年啊，这5年时间。那么2016到2020，这是“13五”啊，“13五”的经济计划是多少？6.5%，6.5%啊，“13五”是6.5%，我印象中是这样啊，我看一下啊，“13五”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5%，平均5年经济增长6.5%。有没有实现呢？基本上是没有实现啊，但是统计局还是帮它实现了。那么“14五”从6.5%降到了5%，降幅大吗？降幅非常大，就是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这样的下降啊。那么为什么？其实从6.5%降到5%，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下降，它反映了整体中国经济的动能不足，就是增长动力不足。增长动力不足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你可以看到从6.5%变成5%，它反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变化非常的大。从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大家知道1%跌1%，那就是个非常大的数量级。那1.5%从6.5%变成5%，那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下跌啊。那么我们要了解中国经济有一个规律啊，中国经济有一个6%的规律。什么叫6%的规律？中国经济增长不能低于6%，这一直是中国过去改革20-30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底，6%是个底。为什么要增长？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不增长不行啊？原因是6%啊，这不能低过6%。为什么？
原因是结构性的矛盾，只要中国有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它必须经济增长维持在6%以上，结构性的矛盾才不会显现。如果你跌过6%，那么结构性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你就没办法处理。什么叫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就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中国改革的特点跟其他国家中国的改革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所谓的改革就两个关键点。第一点，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是第一点。所谓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者是谁？通常是政府就是说你所有的改革措施不能损害政府的利益如果损害政府的利益怎么办？就绕过去，绕过去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呢，靠什么来解决？靠增长来解决。所以中国所谓的经济改革有很多的 bug， 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一路都是 bug， 就很多东西就根本没改，没改的问题就留在那儿，留在那儿问题会越来越大。那这个问题不会变成这个问题不会爆发，靠的是什么？靠的经济增长把它盖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权力原来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红利，其实就是放权，就允许你做原来不让你做的事情，这就叫改革红利。那么这2年出现的情况就是改革反改革，反改革红利就变成了负红利。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你必须保持在6%以上的增长，这些问题为什么是6%啊？他们算过，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反正就是6%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们举个什么？举个社保。社保呢，他们有一大群人就是比如说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加入社保的时候，他们其实之前是没有公款，但他们加入社保的时候就没有把之前欠的公款补回去。为什么？因为要让他们进社保，但是又不能够让他们补钱，让他们补钱他们不进，那就不让他们补。不让他们补的话呢，政府又不想掏钱，这就是不能损害政府的利益。政府又不想掏钱，你要让他们进去，他们自己又不能让他们自己掏钱，就直接让他们进去了。直接让他们进去，大家知道很简单，如果你之前没有公款，你进去以后退休以后拿钱，中间是有个窟窿的。这个窟窿怎么办？窟窿其实那个窟窿是越来越大的。那政府不想为这个付出代价，就不想损害政府利益，又不想让他们掏钱，最后这个问题就留在了社保里面。这个社保里面就有个大窟窿。那么当你经济增长的时候，就是经济增长什么概念？就是社保进去的钱比出来的钱多，你经济增长高嘛，高增长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窟窿盖过去，就是稀里糊涂就冲过去。但是如果你经济增长下来的时候呢，你就盖不住了这个问题，你就会有很多地方你这社保就发不出钱来。那么现在的办法是什么？你看很多国家很多省很多社保退休金都发不出来，发不出来怎么办？举债。举债是什么办法？举债还是利用经济增长高增长你可以用的杠杆尽量的用掉，用债来把这个窟窿堵上。但是如果当你有一天你债举不了的时候，经济增长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借不了那么多债的时候，这窟窿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原因就在这里，就我们叫结构性的矛盾。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就是改革留下来的 bug。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增长如果低，如果低增长会付出政治代价。为什么？大家知道，如果是低增长的话，收入是个金字塔型的其实收入是个金字塔型。
金字塔型就是顶尖的收入，经济增长对这个收入人群的这个影响是这样：金字塔越高，收入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越低；金字塔越低的部分，越受这个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下来，上面部分的人受到影响比较小，下面的中间以下，就是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就有政治后果。什么叫政治后果？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伦理。什么政治伦理？就是你必须改善人民生活，你才有独裁的地位。这个政治伦理是谁定下来的？邓小平定下来。邓小平的原话是：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就死路一条。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伦理，就是你必须经济保持增长，然后老百姓的生活持续的改善，那你现在的这个独裁的地位，你才能够保持。如果你不能够改善人民生活，你还保持独裁的权利，那是不可持续的。这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那你如果你看过去20年，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高速增长，那中共心安理得，说既然我已经把你们生活改善了，那我就我就独裁吧。这个逻辑是一个这样的逻辑。但如果你一旦经济增长开始下来了，经济增长下来不是说你还在增长，不是的。中高上金字塔上部分的人，他仍然会享受什么经济增长的红利，他还会增长，因为你经济还是在增长。但是中下层的人群，他的收入就是下跌的。虽然你经济在增长，他的收入是下跌，他是人口的主体，就是这些人会很快的感受到收入下跌，这就会引发政治危机。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低增长，当你的增长低到3%、4%，或者是3%以下，那基本上你和西方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相差无几。你把通货膨胀再放进去的话，你基本上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差不多，那你还有什么吸引力？你就没有吸引力。为什么？因为你有政治风险，你有地缘政治风险，你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强悍的政府，你法律环境非常恶劣，你的消费市场没有秩序完全没有规矩，乱七八糟。所以当你经济增长已经低到一个这样的水平的时候，你就会影响什么？资金就不会来，资金链就会转移，然后人才就会流失。就是说它就变成一个势头的改变这个势头就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就是说维持高增长。这为什么会中共一直很想告诉大家我们还会高增长？这里面原因就这几个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他们要保持高增长，不能低于6%？好了，那这个社科院这个经济所的叫什么雪松来着？李雪松出来吹风说我们可以建议5%。那为什么会定的5%？既然你6%，上一个5年计划是6.5%，你这现在一下子定到了5%，跌这么多，为什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它反映的经济的动能已经的确是下降到一定的水平，那经济实在走不动经济走不动的原因有3个，大的方向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疫情的冲击。疫情冲击其实比国家统计局过去半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掩盖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非常的大基本上我们可以讲用什么呢？用什么词？伤筋动骨的一个来形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叫伤筋动骨。
那么伤筋动骨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对下一个5年计划影响非常大。5%呢反映了这个冲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20年，中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杠杆。什么叫杠杆？杠杆就是债，其实就是借钱啊，政府借钱，企业借钱，老百姓借钱，借来的钱，然后推动经济增长，做投资，做消费，各种啊，企业扩张，企业不断的扩张，然后借钱，不断的借钱，这是高杠杆。像中国的杠杆率已经超过了 GDP 的3倍以上了啊。那高杠杆其实问题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杠杆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这个杠杆有没有可持续性，就是你能不能挣着这么多钱把这个借来的钱还掉。那么当你经济高增长的时候，你就使劲借钱没关系，因为银行愿意借给你，因为这经济在增长，经济在增长需求很大。你比如企业去借钱，我现在做100双袜子，市场上有120双的需求，那我去跑到银行去借钱，银行愿意借给你，因为你外面有120双的需求，我再扩张生产到120双鞋，银行愿意借给我。但是你突然一下经济增长下来了，你原来的杠杆就会出现什么？原来杠杆就会变成坏账。所以最近我们连续出了三个大的案子，一个是清华紫光，一个是华晨汽车，还有一个是能源的公司啊，连续3个都是非常大的企业啊，一上来都是过千亿的债务。那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银行愿意借钱给他，是债券市场愿意发债都很欢迎啊，非常欢迎。但是当你增长一下来的时候，你的杠杆就会出问题。所以高杠杆时代的结束，你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到下半年年中开始吧，债券市场非常的蓬勃，非常红火。债券市场红火意味着什么？是经济好吗？不是的，因为钱没地儿去，怎么办？有债券市场就是债券市场，而且人民银行大水漫灌，钱都跑不出去。人民银行天天在喊，我们的资金跑到实体经济借给了企业，其实不是的，企业又把钱还给了银行，就用这种方式啊，来不断的在里面搞。所以实际上今年的这个债券市场，我们叫什么？叫最后的盛宴。随着这个债券市场的违约不断的一个雷的往外爆，你看一下债券市场会慢慢的风声鹤唳，就这个原因。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杠杆用到头了，第一个是疫情的影响，第二个杠杆用到头了，第三个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就是川普总统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前，再往前30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史上最好的外部环境啊，就是说中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外部的贸易环境，各个条件，那中国企业在全世界各地卖东西卖货，卖得非常的顺畅，卖得非常的好。但是中美贸易战一开打，这个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美关系闹翻了，中国对外关系就翻了，这个改变了整个的中国与对外部世界的整个的格局都不一样，那就不一样，这情况就不同。所以这3个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其实它走不动。那么它这个定5%啊，5%我们再分析一下啊，6%是个平衡点，就是临界点。那么定6%没有人相信，因为实在是不可能啊，实际上现实经济也不可能6%啊。虽然13.5%、6.5%，其实6.5%他们是没有实现的。既然6%实现不了，也没有人相信，那就不要定6%。
那定得太低又不行，定得太低大家没信心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世界银行IMF 就是货币基金组织一看，哇，中国经济一下定3%、4%，那什么情况？那不吓坏了。所以又不能定得太低，定得太低，露出了真相，那别人对中国经济没信心也不行。就是一定不能定得太低，但定得太高也没人相信。那怎么？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别忘了。中国经济其实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但是中国政府的工作模式一直没有变过。什么意思？就是政府定一个指标，然后政府各个部门就会根据这个指标进行配套。你比如说，你定一个6%，那人民银行就针对6%制定一个货币供应计划配套。财政部就根据6%这个经济增长制定一个财政收支的一个这样的规模啊，然后这个发改委就针对6%制定一个投资计划，我要批多少个项目出去。所以呢，基本上这个经济增长指标就是个指挥棒，就是各个政府部门是围绕着这个指挥棒转，中央政府是这样，然后各个地方政府是针对这个指标制定各个当地的一个经济的增长计划，然后以这个经济增长计划作为又是一个它的当地的这个融资规模、当地的计划安排、项目安排等等，财政收支也是围绕着这个转。所以这个指标它还不能乱定，它要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如果他定的6%的话，他实现不了，而且底下的计划按照这个来制定的话，那会出大问题，那就会出现很大的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也不能定得太高，他也不能定得太低，所以6%是不行，6%这个是个临界点，它实现不了的后果也很严重。那往下定3%、4%实在太难看，那就广东话叫中间落马中间落墨，我起个中间数5%，这是他们的想法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好，他们是这么想的，就是为什么14.5他们未来会制定一个5%左右的这样的计划，他们就是这么想，他们的思路是这样啊。那我讲讲我的看法啊，今天又会讲帽啊。第一，14.5期间，也就是从2021年，就从明年开始的未来的5年到2015年啊，那么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第一个，这是结论。那么14.5它高增长阶段过去了，它到底能够维持什么样水平的经济增长呢？我认为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14.5期间，它的实际啊，讲的不是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啊，我认为中国经济会维持在3%左右的增长啊，就是它的高增长时代已经彻底的过去了。以前高增长是什么时代？那不是6%啊，那8%到9%，通常是10%以上。国家统计局造假往下压到多少？8%到9%。这以前的一涨就涨10几啊。国家统计的造假是往下压。那么现在的经济增长动力，就是说我们讲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国家统计是往上拔，涨不起来，没动力啊。它有3大背景，就是从宏观来讲，为什么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了？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有专家讲，我就不具体再讲了，就大家有这个概念就行。我们我会专门做关于人口的这个专题，我们会找个时间来做一次啊，因为这是个影响非常大的因素。就人口红利，其实在2013年开始，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啊。虽然国家统计局一直在讲中国人口还在上升，但是
有专家分析，就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主要的动力，就是过去20-30年，第一个就是人口红利啊，人口红利是整个经济形态的基础基石，就是说你没有人口这个因素，你事情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因为没有需求。这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啊，日本的企业很厉害，日本的社会治理也很完善，但是日本经济增长，你过去20多年你可以看没什么增长，为什么？人口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啊！老龄化的社会应该是从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从2022年、2021年，就是明年开始中国进入老龄化，2025年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所以人口红利，这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是第一个大背景，就是人口的因素。第二个大背景就是改革红利。什么叫改革红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原来这个菜地不让种菜，那你现在允许你种菜，是不是经济就增长了？原来呢，养鸡，农民养鸡只能养2只鸡，超过2只鸡就资本主义尾巴，就要把你全部抓走。那现在随便养，那你原来养2只鸡，突然一下养了10只鸡，甚至养了20只鸡，甚至像这个孙大武一样，一口气养了1000只鸡。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这就叫什么？这叫改革红利。就是说因为原来制度上的限制，就是中共啥都限制你，原来限制你，然后这里不让你干，那个不让你干，现在让你干，经济不就增长了吗？原来不能干，现在干了，这叫改革红利。因为前面是这个人口红利，中国人口有这么多啊，年轻人多啊。然后就能够在中国能够容纳非常大的制造业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改革红利，还有一块什么？还有一块就是完美的外部环境。这3个大背景，就是在这3个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过去20年、30年高速增长，一直在跑。那么这是原来高增长的背景，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高增长过去了？就这3个条件都不存在了。改革红利就不用说了，改革红利现在国进民退，直接反改革。习近平是直接反改革，他不是左转。我以前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以前我们经常讲他左转，其实他不是左转，他根本就是反改革。就把改革改过去的东西再改回来，他现在是干这个事情，所以所谓的改革红利当然就不存在，就是原来允许干的，你现在又不允许干了，所以改革红利是负数，人口红利也变成负数，然后完美的外部环境也变成了负数，所以你高增长时期就高增长的这个条件就不具备了。那么第二。那么中国经济跌到了3%左右的这种低增长的区间，它会出现什么后果？4个后果。第一个，制度性的缺陷将陆陆续续出现制度缺陷的后果会反映出来。因为我举个例子，社保是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些高杠杆。就开始你就可以看到经济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高房价，原来的高房价是什么制度的问题？高房价是中央跟地方关系、财政关系的问题，它没有解决，所以出现高房价。为什么？因为土地收益没有纳入财政预算，那么地方政府就有强烈的动力把地价推高。他通过土地的价格来获取收益，所以才会有高房价。高房价实际上是高地价的结果产物，所以地方政府它成为土地的垄断者，
它控制土地就导致房价高，就这个就其实不复杂。所以高房价其实最终的制度性的问题是什么？高房价最终的制度性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没搞清楚。中央拿走太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钱不够，日子没法过，他只能靠卖地来过日子，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大部分的，你可以看到你一眼就能看到的问题，都是背后有制度性的问题。这个制度性问题你不一定能够看到最终的制度是在哪，但是它背后一定是制度性。所以制度缺陷的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这段低增长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房价，你房价现在在天上，你原来经济增长高增长时代，房价不断的上，因为房价是什么？房屋是什么？房屋是这个地区财富累积的结果。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地方有钱，房价就高，就它反映的是这个地方这个经济体所蕴含的财富啊，所以你房价就高，你能挣钱，你挣了很多的钱，通过各种方法挣了很多钱，放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房子不就涨价？房价是这个东西。那你经济高增长，房价会不会高？房价当然一直在涨了，就是它反映的是财富的问题。当你经济增长开始下跌，我们看经济进入低增长的时候，低增长区间之后意味着什么？中等和低收入人群它的收入是下降的，虽然中高层的这个收入还在增长，但是中低层的收入是下降的，它的财富是萎缩的。当它财富萎缩的时候，它就没办法支撑这个房价，它就开始房价就要开始下跌。如果你房价开始下跌，那就会产生，如果是急剧下跌，那经济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啦，银行的问题、金融风暴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会带动它原来房地产带动的行业都会受它影响。那你说影响多大？所以制度性的缺陷，它产生的它原来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高杠杆会付出代价，之前借的钱你最终要还，高杠杆，那你高杠杆怎么办？要去杠杆，去杠杆的后果是什么？经济继续下跌啊。第三个，外部环境的恶化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约束。刚才的那个经济所的那个所长讲，中国必须维持制造业啊，必须不能够去工业化。这个话呢讲的有点叫什么？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何不食肉糜那种意思。就是你有饭吃，你有肉糜，你还饿肚子吗？肯定不会饿肚子啊，就这个意思。其实中国经济会不会去工业化？中国经济肯定不会去工业化嘛，怎么去得了工业化？去工业化的原因是别人把工厂搬走了嘛，是没有办法，那是产业链离开你嘛。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去工业化？你的就业从哪里来？服务业怎么能解决根本性的就业问题？服务业不能解决根本性的就业问题，根本性的就业问题还是要靠制造业。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所以那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提那种问题没有一点意义啊。中国的去工业化只有一个原因，被迫的，产业链迁走了啊。然后第四就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的处于的形态，就它上不去。为什么？外部环境很恶劣啊。那么这里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中国是一个中共独裁的国家，那么政治因素成为什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瓶颈啊！你可以我简单的讲，因为时间不够了。民营企业的崩溃啊，现在民营企业是在崩溃当中，几个原因崩溃。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政府，
政府的打压，这是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打压。为什么政府要打压民营企业？共产党就是要打压资本家，打压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党的本性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经营环境的恶化。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之前的杠杆啊，这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民营企业在崩溃当中，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崩溃当中。所以你想，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产业链在外移啊，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国企的扩张，国企持续扩张。国企为什么持续扩张？它有证据的需要，他想升官，我就把企业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我又没有能力怎么办？我就买就是把这民企买掉，或者买不卖是吧？不卖我就抢就这个啊。然后就是外企的离开，产业链的离开，就是你没事你在别人外资企业搞党支部搞工会，你一个外资企业今天中国的工会不是美国的工会，中国的工会是共产党指挥的工会，你这边建一个工会，这边再建一个党支部，你说我怎么干？就外资企业外企在离开，然后国营企业的持续扩张，后果是什么？社会效率的持续下跌。社会效率持续下跌什么意思？当国有企业持续扩张的后果，就是你上游产业的成本持续的上升，就是比如说钢材啊，什么各种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你打不过它，那你怎么办？没有办法，所以你的成本也在上升，你成本上升，你卖出去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整体的效率是在下降，然后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在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口有问题的原因在这里。中国出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完全是人民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的效率的下跌，导致整体经济的竞争力的下降这就是中国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约束。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十四五它的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我认为它的经济增长的水平会维持在 3% 左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希望涉及各个不同领域的题材只要能够反映中美关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联我们都会做那么我也会涉及一部分就是大家关切的主题当然对我来说有些主题我比较熟悉，有些主题没那么熟悉那么但是我都会尝试所以请大家理解支持好吗？好，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一下984 degree， 谢谢 ，Hello sir, nice to hear from you. Buy you an Indian coffee， 谢谢 ，Yokiko Kachida， 谢谢。好，观点。老师能不能谈谈墙内家长如何应对孩子被洗脑的专题？天天看着我女儿小学就开始被洗脑，很心疼。我们现在有很多网友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容我想一想，我找个时间来讲这个议题，你找个时间再来提一次，让我想一想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也不想随便张嘴就答，我也思考一下，好不好情况，自从王老师调整播放时间，本人的生物钟都乱了，主要是我们有突发，对不对抱歉
提问：这个增长6%，为什么不是5%或者5.5%？是拍脑袋还是详细计算出来？一如所谓的18亿耕地的红线，好问题。这个6%是经过测算的，就是测算很多问题。其实它是算什么呢？算那些最短的板，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低于6%，很多短的板呢就会出状况啊，就有很多问题。我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我之前经常举这个社保的例子，我们举财政收入的问题。经济增长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呢，大家想一下，财政收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税收啊，税收靠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所以实际上，中国整体的财政收入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行的基本条件。那么，如果你经济增长低于6%，财政收入它就会下降很多。但它很多东西呢，中国政府跟其他的政府有点不同。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化的政府，它做很多的项目，做很多投资。那它经常你一低于6%的话，它的很多投资就会烂尾。那很多政府的投资一烂尾，整个经济又会出现副作用，因为政府控制了市场的大部分的资源，它要是运作一停顿，整个经济就会面临崩盘的局面。所以6%不完全是拍脑袋啊，是测算过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也是测算过的。测算什么呢？测算那个测算有点奇怪，那个时候测算就很奇怪，就没有考虑国际市场进口粮食，考虑的是什么？我有多少人口，我未来人口会是多少，我需要吃多少粮食，我的亩产是多少，大概是这样测算出来。我必须维持一个18亩，然后留下一个余量，再留下一些政策执行的问题，所以变出一个18亩18亿亩的这个红线来啊。观点：经济增长可以参加银行利率，欧美澳经济增长2%，银行利率1.2%啊，参照啊 ，OK。银行对大众的利率低于经济增速的，中国也是一样。现在中国利率2.5%，经济增长应该在3.5%到4.5%的样子 ，OK。不错的参照系啊。观点：中国的银行维持高利率就是为了吸引美元热钱来投资，目的是保卫人民币汇率，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这是符合逻辑的啊。提问：如果既得利益阶层利益不能改变，为了解决低经济增长，会不会可能重返斗争路线，先打击民营经济，然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打击民营经济，其实打击这个民营企业，其实是个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这种愚蠢的行为，你用任何一个角度去看，都不应该打击他们，应该扶持他们，因为他帮你生蛋，你为什么不让他活着呢？但是呢，还是那个理论，就是乌龟背蛇的这个理论，他忍不住。他本性就如此，他就得咬啊！所以重返斗争路线，什么叫重返斗争？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路线，没有放弃过，只是用不同的手法而已。有的时候忍一时啊，但是忍不住了，他又咬你一口。所以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路线。观点：打压民企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性，以实用主义的特点来说，这套理论已经不适用。根本原因是整个政党的黑帮化、黑社会化。打击民企就是共产党的本性啊！你所谓的黑帮化、黑社会化也是，这两者都存在，都有，所以他现在很疯狂啊。观点：最近一位朋友讨论，我认为供应链一旦开始迁移就不会停滞，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该分配给老百姓被权贵摄取，导致现在的一切问题。而那位中国朋友却坚持供应链只会更集中在中国，日后沿海将吸纳西方所有的高科技，
中部地区成为中国全球中高阶生产工厂，内陆为低端制造业。我实在不知道它的利润基础在哪里。产业链迁移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么快？立竿见影？不会。产业链的迁移都是缓慢发生的，它不会今天一拍脑袋，明天就搬厂，不会的。为什么？搬厂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程，你要找到对方的地点，要找到配套企业，要把所有的产业链捋顺，你是会先搬一部分去运营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再搬一部分过去，然后最后不行，最后那边运行正常，我这边如果这边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还留着，剩下这部分还留着，万一有什么情况还能扩大生产，万一有机会的话我还能扩大生产，如果这个情况继续恶化，我剩下的搬走。所以产业链迁移这件事情不是今天川普总统一喊口号，明天这个产业链已经搬完了，没有这种，不会有这种。产业链迁移这件事情通常要2-3年以上的时间才会真正你看到产业链迁移的结果，所以这个不要找，这个不可能是我们做专题的这种级别的时间范围，就是我们得慢慢看。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件事情开始发生要产生后果，要3到5年之后你才能看到真正的后果。等着这个后果一出来，就怎么样？就不可逆转，就这个局面就已经不可逆转了，就中国经济就回不去了所以我们先看着呗在关于这些争论呢，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我也不完全有些，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位朋友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他认为产业链不会迁移，你认为这些高科技都会跑到中国去，他的依据是什么你得讲出道理来拍脑袋呢随便说，这个我们不讨论好吗？观点不要低估中国小产品生产，比如我老家在安徽天长，我们老家生产的电视机遥控器全世界占50%以上，因为一个遥控器才几块钱，几百个配件，一个小配件利润才1分钱不到，世界再也模仿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很多东西它形成不了产业链，这个产业链还和老百姓是不是勤劳有关，中国人确实勤劳。那这种故事很多，这故事很多。就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我们去东莞，东莞一条马路上一条街，那叫电脑一条街，你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你就能装满所有的电脑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配件全部找齐，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电脑品牌跑出来，因为你这一攒就是一部电脑，但是都没有活下来中国那个时候生产了全世界60%的监视器，80%的键盘，80%、70%的鼠标等等，都是在那条街上中国为什么成为世界工厂？就是中国人很善于模仿，所以你开了一个工厂，生产键盘不错，很有市场，我也模仿你，一模仿，他也模仿我，所以就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就在这里它很容易形成这种集群。但是当一个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集群就消失了，就这样。观点：今天疫情后，江浙的工业制造业订单是增长20%左右，钢结构、精密机床等，但轻工业制造减少了不少，特别是服装加工。预测了冬天，欧美疫情一定严重，今年的冬装订单只有往年的20%。观点：王老师不讲川普，其实是正告网友，中国解放不能寄望于一个美国人，中国的觉醒只能靠时间，等待民意的觉醒。
现在的问题是，海外川粉觉得中国是中共的集中营，而墙内的大部分人都在嘲笑美国落后的民主，连一人票都做不到透明公正，还不如没票。现在墙内外的代沟越来越大，很多事实摆在那里，也不知道哪边好。我为什么今天没有做选情？因为没有新闻今天你看到的选举的情况都是之前发生的，没有新闻，所以我没有做。如果有新闻我也会做。我在等待什么？我在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是川普团队有2个主要的成员，一个是川普的叫 Lin Wood， 还有另外一个，我这边先忘记了。他接受 Fox News 的采访，他说他还念了一个证人的证言，也就是说川普也说他们准备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法律诉讼就是要推翻现在的选举结果。这件事情呢就还没有发生那么都在讲然后川普团队似乎他手上握着一些证据，但是我们还没看到，所以我没有做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新闻还没有发生，那我就先做已经发生的新闻，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题目的原因我并不是回避不讲川普，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会讲，我没有任何的禁忌，我只是要判断这个题目有没有成熟，有成熟的证据我就出来讲，没有成熟的证据我就不讲，或者没有新的进展我也不讲OK， 观点RCEP 是从东盟主导开始，主要是在生产制造，就是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点在经济上对中国不见得有利，唯一的好处是拉帮结派，以后说不定有创造地缘政治个别优势捞好处的机会。这个平台呢 RCEP 这个平台呢，它是个平台这个平台我现在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就是这个自贸区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平台会为这个成员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所以加入这个平台能够对整体区域的经济的影响有什么，我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条件首先判断一个这样的组织，就是说自贸区的这样的组织，第一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加入这个自贸区的组织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讨论没有这个条件作为前提，讨论 RCEP 是没有价值的。那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专题呢？原因是我们如果不是讨论它的价值，我们会讨论的是什么？我们讨论的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就是说从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讨论 RCEP 的价值。我们做这个题目的原因是这个原因，而不是 RCEP 真正的在经济上在贸易上对区内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你现在讲不了，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条件是什么。你要讨论这件事情就必须拿着加入这个组织的条件来讨论，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上次做这个题目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所以为什么会讲 China in USA out， 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对比什么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贸组织，而美国退出了 TPP， 那这个区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就缺席了。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观点：中国将迎来动荡的10年，制度性的弊端日益突出，内部矛盾需要转移，可能爆发战争。我不同意。中共失去政权的，在目前来看，中共失去政权可能有10个条件10个可能性，排第一的一定是战争，就中共发动一场战争，他可能就因此失去政权，这在对中共来说是排第一。所以我最排除的是什么？最排除的就是战争。为什么？你大概是给中国的教科书
说的，中国一战是帝国主义转移国内矛盾，所以发动一战，二战也是帝国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发动战争。中国的教科书最喜欢写这句话，所以我们脑子里面总觉得要转移矛盾就要发动战争，不是这样的。发动战争是放大矛盾。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一个国家最高强度的动员，它对国家的能力、对国家的机构、对国家的结构、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最大、最强大的冲击。所以你想一下，他自己什么样子，他自己没点数吗？你说说看，他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冲击吗？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共在中国做了一件事情，只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结构当中，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碎片化。中国是有史以来最碎片化的社会。你别说，你就算是想搞一个什么组织，马上给你拆掉。现在连这个叫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都不让你成立，就是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组织化的东西全部摧毁，让这个社会碎片化。碎片化的社会它才没有威胁。你想一下，一个完全碎片化沙化的一个国家，它能经受得起战争吗？想一下就知道，中国是最经不起战争的一个国家。所以虽然他天天喊武统台湾，这个那个要跟谁打，其实不是的。打仗不仅仅是靠军队的，靠整个国家的力量。除非你打的是局部战争，就像印度边界冲突一下，那没问题啊。但是你真正进行一场全面性的战争，国家与国家的对抗，那就是国家的对抗，不是仅仅是军队啊。情况，中国房子的恐怖是2015年毕业，在北京打工，年薪18万，但房价是6到10万每平方，实在没有存在感，我只能回老家3线城市买了一个5000一平方的房。这5年3线城市风潮房价，今年疫情又涨了30%，现在5000一平方现在已经过2万，虚高太严重。在老家的父母2015年年薪6万一年，现在2020年也才变成7万一年，房价涨了3倍，工资涨了15%。提问：今天谈中国问题，正好问王老师帮我寻找一个答案。每次我和我那84岁的老爸争论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他基本同意民主对老百姓好，但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倒台之后，新政府不能继续发他的退休工资，这是很大一部分退休人员的共同问题。因为关系民生，我该如何回复他，包括以他为代表的那个阶层？这个很简单，就是你父亲是把自己跟中共捆绑在这里，就是说他认为他的利益是由中共给他的，但其实正好相反，中共是在剥削他，中共把他的财富拿走了，然后他认为他是得靠中共，他其实不是的，中共只是在剥削他，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吧，你说呢？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说服他。为什么要说服他？他都84岁了，你就让他好好的留着他自己的想法呗，也不妨碍什么，对吗？他也没有什么对社会有什么宣传作用，你就让他留着呗。我们还是要尊重别人，保持自己观点的这种权利啊。我觉得你可以告诉他，你本来就是你应得的，不是中共给你的，这个退休工资不是共产党给你的，另外一个政党可能给你更多。为什么？因为中共实在太腐败，就如果他不接受你就算了呗，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但是不一定要强迫说服他，你说呢？观点那位以遥控器举例的，你的前提是遥控器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实际上遥控器肯定在不久的未来会被取代。你的家乡有机会找到下一个类似的产品吗？ OK， 观点这几天从电视里嗅到了中共又比以前牛逼了，我感觉自己的政治敏感度够。 OK，
观点要明白一点，包子的任何政策是没有对错收益考虑的，唯一的考虑就是它的面子和形象。理解这一点，什么都通了，包括所谓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雄安等等，还有马列也好，苏联也好，毛泽东也好，革命精神也好，阶级斗争也好，都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忽悠欺骗傻子的外衣，其实他们内心啥都不在乎，他们就是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和美帝对杠也是一样，其实利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雄才大略的形象。经济损失多少，人民生计如何，不在考虑范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啊，我们节目讲过，其实我们看我们现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往上追啊，追到底出现问题的都是什么？都是权力啊，权力，权力背后是什么？权力背后就是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可以看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比如说汽车限行啊，比如说这个限号啊，比如说限购啊，它都是权利。为什么？就是政府用它的权利来做一些违反你的利益的事情。所以其实你遇到的大部分的问题都是由于权力作恶造成的。那么权力作恶的目的是什么？权力作恶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所以你把这两件事情，把中间的过程拿掉，你会发现你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要从你口袋里把钱拿走，所以你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些毛泽东也好，他们所谓的面子也好，不是的，你以为真的是只讲面子，面子里子他都要，面子只是告诉你的那个故事，其实背后就是掏你的钱包。中共一直干的是这个事情。你以为三反五反，你以为社会主义改造是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讲得很好听，我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疯狂掠夺资本家的财富，要把那别人的工厂抢掉。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背后讲的是什么？都是钱。共产党从建政到现在，他嘴巴上讲的都是他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仁义道德，但其实做的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抢你的财富，只不过他需要的是更大的权利，更大的权利才能抢到更多的财富。他有些事情他做过头，做过头的后果是什么？抢不到钱，他自己也饿肚子。所以改革开放道理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表面，说他要为了维持面子，不是的。维持面子是什么？维持面子是获得更大的权利，获得更大的权利的目的是什么？更容易抢你的钱。所以他其实中共是个非常贪财的一个政党，他们从头到尾就是贪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全是穷鬼嘛，穷鬼造反，他不贪财贪什么？你说呢？观点：梁启超100年前提出了论党政府和国家的关系，阐明了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党。100年前开始启蒙，到现在竟然倒退了100年前，都是 CCP 故意压制人民的思想，不给人民以启蒙，灌输歪理邪说。国人觉醒需要内力和外力，内力就是向台湾人民流血牺牲争取的民主。当权者势力过于强大，需要海外有良知的人和先进文明打破内部的顽固势力。当年孙中山在外成立同盟会，马列主义邪教、俄国传入中国都属于外力。这个思考很认真啊。情况最近很多国企和民企暴雷倒闭，会不会形成多米诺骨效应？会不会形成多米诺骨效应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们多米诺骨效应必须互相之间有很多的关联，它就形成这个多米诺骨效应。但是肯定很多国企现在这个债务肯定是有问题的，经济下行啊，就是跑不掉的啊。请王老师分析一下，如果年底
年底年初债券市场暴雷，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有点远吧。债券市场就是债券市场，你要传导到房地产市场，还得有一个过程吧。这个我找不到因果关系啊。观点：人类的科技的突破往往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例如原子弹的发明。如果全世界铁的心要跟中共脱钩，势必出现各种避开中国产业链的发展或者发明。搬不走的工厂只能沦为无法开工的废墟。这是你良好的愿望吧？提问：持续的经济低增长会导致政权的垮台吗？我中间有一条讲过啊，就是说低增长会带来中共的政治伦理风险，就是你原来讲我改善你的生活，你就不要挑战我的权利了，那你现在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我就要挑战你的权利，这中间有个逻辑关系啊。会不会直接发展成城市暴动呢？它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它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社会的冲突，社会的矛盾，政府会不断的加大这个叫什么维稳维稳又需要更多的钱，那财政本来就困难，你就又要维稳，那又会有更多的地方出现问题，所以它会增加什么呢？增加社会风险但是会不会导致政权垮台？政权垮台需要很多条件，好吗？我们已经念不完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剩下的题目请大家去我们的评论区看，好吗？好，明谢一下。情况坐标我念最后一个坐标土澳遇到不少60到80岁的大妈大叔，领着国内6000到1万块钱的退休金，在土澳把财产全部转移给孩子，去申请300刀1周的补贴，住政府救济房，薅民主国家的羊毛，是不是挺可耻？另外，这些人的孩子当年父母让他们体面的来民主国家留学移民，但他们却让父母这么不体面的活着，是不是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孝？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政治和西方国家它的制度设置是在一个一定的范畴内的就是说你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大概大家的社会道德规范水平是在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水平之下，我根据这个来设计一个符合比较有效率的这个系统。你比如说地铁我就算了，我就虽然知道也会有人逃票，但是逃票水平可能5%，那5%的这个票价一比较一下，我如果每个车站安排这个售票员，我可能已经有10%的成本，算了，我就不设这个检票员，就门口不设票岗。那他会不会道德风险？没有道德风险，因为这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已经在这里，大家都不会逃票，这个自动去买票很正常。但是突然来了几个外遇的人他生活的社会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他的整个道德规范整个都是属于很低很低的水平，那他就会在这个社会当中，他就会摄取这个社会，他就会觉得这个社会简直是千疮百孔，他无数的孔可以钻他就在做这样的动作。这个社会会检查什么呢？检查成本，就是执法成本如果比这个付出的代价要大的话，他就不执法，他就让他就这样然后慢慢的同化他。那么如果他发现这个他出现的危害比执法成本高的时候，他就会去抓他，然后让他付出超高的代价。我相信随着这就看规模了，就如果这规模非常的大，它就会被打击这就是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就是说当然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连公共厕所里的这个纸巾都要
都要卷走的一个社会当中，你还能指望什么？所以其实你不用指望什么啊，因为没有什么可指望啊。明谢一下，好，邓丹，谢谢 Teresa Lee， 谢谢支持王健中立媒体，谢谢 Crab J， 谢谢 Thanks for your hard work, enjoying the morning coffee， 谢谢 Model in the Poodle 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